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拉尔夫调查一个叫苏迪尔邦的女孩9个月之久。身为一名私家侦探，拉尔夫的座右铭是有始有终。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，他依旧没有放弃。而艾瑞斯为了调查黑洞组织领导约瑟夫的底细，深夜悄悄闯入了麦卡洛克公司，在前任 CEO 伊娃的办公室被吸入镜中，每天都看着拜瑞和自己的复制品卿卿我我，除了无能狂吼没有任何办法。在这个镜中世界里还住着一个人，正是麦卡洛克的前任 CEO 伊娃，也是约瑟夫的妻子。起因还是6年前粒子加速器爆炸引起，暗物质让伊娃进入镜中世界，这一待就是6年。一个天才兼科学家被活生生逼成了疯子，艾瑞斯的到来让他有了伴儿。人们生活在3维世界，但还有其他人类看不到的维度存在着。镜像世界就像是主世界的反射面，像他们这样2个平凡人根本不可能逃出去。长时间在镜像世界总会有一些后遗症，和艾瑞斯一样，伊娃也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丈夫。当他听说外面还有另外一个艾瑞斯的时候并不惊讶，可他却没有提及自己的镜像。这6年，伊娃尝试了1322种方法，重拾希望，然后失望，又重拾希望。1322次的折磨让他变得非常脆弱，于是隔绝了这么多年，自然不清楚转化人的事儿。艾瑞斯想起了一个老对手，当年白瑞被他困在镜子里，还是冰霜利用低温才把白瑞救了出来。这个办法一想出，2个人都感觉有戏，临时搭建了一台液氮降温器，启动的一瞬间仿佛希望就在眼前，可下一秒镜子碎成了渣，毫无卵用。伊娃再次崩溃，像个精神病，情绪一会儿好一会儿坏。最让她失望的是，丈夫约瑟夫根本没有打算寻找自己，打算就在这镜中世界孤独终老，累了毁灭吧。艾瑞斯只能一边 talk 一边安慰他，一边想办法，可不能让外面的艾瑞斯绿了自己。伊娃越说越激动，越激动就越暴躁。行到深处时，镜子碎片自动飞到了他的手里。见多识广的艾瑞斯立马察觉，此人可能已经成为转化人。也许伊娃和镜子之间的联系才是逃出去的钥匙。与此同时，拉尔夫盯着一整墙的资料无处下手。苏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，塞西尔告诉他，再厉害的福尔摩斯也离不开华生，光靠你绞尽脑汁是没有办法破案的。突然，拉尔夫收到一个警报，苏的一个账户突然转出一笔钱，对方是一家公寓的房东。顺着地址，拉尔夫找上了门，一阵异响让他提高了警惕。紧接着一声爆炸过后，一个靓妹把自己压在身下。等拉尔夫缓过神来，才发现这个女人就是苏迪尔邦。苏一听说这个侦探是父母请的之后，简述了一下这9个月的经过。他的前任约翰是个霸道总裁，万千少女的梦，铁打的肌肉，玩火的颜值。有一天，苏发现这个人是个军火商，自己还不小心看到了约翰的交易账单。为了封口，约翰只能干掉苏，逃亡了9个月，直到刚才公寓被炸，碰巧救了拉尔夫。苏的警惕性极高，警方那边没有直接证据，根本无法抓捕约翰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苏不能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拉尔夫。不过苏也不是干逃跑，他在寻找有力证据扳倒约翰。拉尔夫一拍大腿告诉他，你个老哥老实等着，我去找证据，完事儿送你回家。虽然苏不相信他，但也不能看着拉尔夫为了自己冒生命危险。2个人驱车来到了约翰的一家工厂外，拉尔夫强迫苏留在车里，早就把苏的背景查了个底儿朝天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姑娘不适合出外勤，动起手来只能拖后腿。手持一部照相机，摇身变成拉尔西，几张照片足以将其定罪。转头被打手发现，相机被摔粉碎。拉尔夫过于轻敌，被人打得措手不及，还不敢轻易暴露身份。就在此时，苏一记神龙摆尾，将打手干翻在地，调侃拉尔夫才不适合出外勤。拉尔夫好奇他是从哪儿学的功夫，苏也只是说自己在国外遇到了一个盲人高僧，盲僧教会了他神龙摆尾。当然这都是他逗拉尔夫玩的，刚才的行动已经败露了，约翰只会变得更加谨慎，想扳倒他难了。苏不想跟这个小滑头做搭档，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约翰吧。拉尔夫可是有始有终的好男人，他非得要帮一把这姑娘，顺便报答他2次救命之恩。现在还有最后一条路，约翰的账单上记录了每一笔交易，只要潜入他的办公室偷出来，再交给警方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商讨起计划的时候，2人默契十足，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。出来遛娃的塞西尔恰巧遇到了2人，只看了一眼苏就意识到这个女孩不简单。心灵感应告诉他，这个女孩和拉尔夫情投意合，是屎壳郎碰上了干屎球，天生一对儿。当晚2个人悄摸进了约翰工厂，顶着子弹可真是悄摸的。在办公室一顿刨都没有找到账单，反而找到一把银行钥匙，能藏进银行保险柜的东西恐怕就是账单。拿了钥匙，2人直接开溜，被枪手逼到了天台。这会儿也顾不上演戏了，拉尔夫伸长胳膊搂着苏跃下楼顶，
伸缩人就是拉尔夫。苏一下懵了，他好奇拉尔夫是怎么变成这样的。拉尔夫也只是说自己被一个神秘组织抓走折磨了好几年，每天逼自己吃橡胶，久而久之就变成橡胶人了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他在开玩笑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当英雄确实很让他自豪，救百姓于水深火热，可当侦探真是要了他的命，干到今天都没有遇上过一个顺心案子。苏对眼前这个男人越来越感兴趣，可这忙完都大半夜了，还得想个稳健的办法溜进银行。另一边，白瑞正要出门，发现艾瑞斯还在研究黑洞组织。艾瑞斯想让白瑞帮自己拿一下实验室的棱镜枪，也许能从中找到麦卡洛克的秘密。白瑞担心这武器落入坏人手里，只能委婉拒绝。艾瑞斯也没有为难白瑞，打算再想想其他办法。白瑞照常来到警局，乔爹神秘兮兮的给他拦了下来，小声告诉他最近有几起案子有点不寻常，希望白瑞能暗中调查一下。晚上，白瑞赶回警局，这几起案子都是火灾，现场的残骸证明这是由紫外线引起的，8成和阿莱格纳的表姐伊斯兰萨有关系。而且乔翻阅了过往的旧档案，这些案子的受害者都和麦卡洛克新 CEO 约瑟夫有关。乔怀疑警局有内鬼，试图在掩饰约瑟夫的罪行。说到约瑟夫，白瑞就把白天的事儿转述给了乔。乔劝儿子相信家人，比起棱镜枪来，约瑟夫和黑洞更是可怕。趁着丈夫不在家，艾瑞斯也悄悄溜进了实验室仓库，找到棱镜枪的保管箱。突然出现的纳什给他下了一个激灵，两个人都做贼心虚，根本不敢说实话。可威尔斯已经在纳什眼前出现了1个星期，有种双重人格的感觉。每当纳什说谎或者有心事的时候，威尔斯就会出现，每次都是一句话戳中纳什的心。艾瑞斯谎称自己来找女儿诺拉的笔记，提到已故的女儿，威尔斯又一次告诉纳什，这一点你深有体会，对吧？艾瑞斯行窃失败之后只能离开，而纳什却抱着手中威尔斯的日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同一时间，乔收到一条消息，说银行可能会遭到抢劫，为此他亲自跑了一趟。经理表示你们放心，这个金库一旦遭到非法入侵，就会释放5万伏的电流。经理刚刚打开金库的大门，就被苏一拳撂倒。扮演乔干坏事已经是拉尔夫的日常了，距离扳倒约翰越来越近，两个人逐渐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。苏现在的人生处于迷茫期，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，就像2年前的拉尔夫，连自己都能走出阴影，苏也可以。说着，苏就打开了保险柜，可里面放着的不是账单。随即，苏一脚踢到拉尔夫，紧紧关上了金库的大钢门。拉尔夫被耍了，苏一直要找的是约翰的宝石。他知道有个侦探在调查自己，于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故意暴露踪迹，完美利用拉尔夫有始有终的习惯，一步一步借拉尔夫之手拿到宝物。得知自己的善良被利用后，拉尔夫心态崩了。可这大钢门带有5万伏电流，根本逃不出去，甚至没有办法告诉苏的家人，因为自己伸缩人的身份已经败露。苏离开之后，转眼就被约翰的人团团包围，等着他的即将是火辣辣的子弹。拉尔夫这边抬头看了眼灭火喷头，随手掏出自己的迷你紧身衣，在苏即将被枪毙的时候钻出了大厅，还有一笔私仇要跟苏解决。约翰等人迅速开枪，拉尔夫大手一挥，包裹了自己和苏，顺便在里面吵了一架。苏边吵边脱衣服，外面的人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，再一看，全都被打倒在地，身后赫然站着一个老对手伊斯兰萨。拉尔夫为了保护银行经理，被紫外线灼烧，苏则挺身而出，跟伊斯兰萨来了一场宝石争夺战。两个妹子激情肉搏，看得拉尔夫都惊了，瞬间对苏又爱又恨。苏抓准时机，把宝石扔向了拉尔夫，趁着伊斯兰萨分神的功夫离开了银行，手握着宝石挑逗着拉尔夫。看着空空如也的盒子，拉尔夫心想，女人啊，你是在玩火。伊斯兰萨也只能作罢。约翰这帮崽子站起来，刚想解决受伤的拉尔夫，电光火石之间，白瑞赶到，42分钟仅仅3秒特效。大堂经理怒指后面的乔，闪电侠告诉他要准时吃药。一整天的闹剧过去了，但有件事拉尔夫不知情，苏对他的了解不比白瑞他们少。虽然苏确实是利用了他，但是这一切还是为了查出黑洞组织的秘密，这块宝石就是最大的突破口。白瑞用卫星也定位不到苏的下落，今天被人白白骗了感情，拉尔夫心里苦啊。他打算从此忘记苏，让这个城市多一个伤心的人吧。而白瑞亲自把棱镜枪拿给了艾瑞斯，乔的话让他想了很多，如果全世界都背叛你，我也会和你一起背叛全世界。哪知道艾瑞斯转身就是一个阴谋的微笑。此时真正的艾瑞斯一直在鼓励伊娃，让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镜子。要说暗物质是超能力的火种，那 Talk 就是点燃火种的火苗。伊娃2手一抬，用力一推，原本破碎的镜子恢复原样。艾瑞斯在镜中看到了白瑞，而白瑞也感觉哪里不对劲儿，盯着家里的镜子皱起了眉头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